如果你最近在跟踪美股半导体板块，大概率刷到过英特尔增发的新闻。很多人看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公司缺钱了，稀释股东权益，股价肯定要跌。甚至有不少散户开盘就想着跑路，生怕踩中业绩暴雷的坑。可很少有人停下来多问一句：一家过去55年只从市场分红赚钱，从来没伸手向市场要过钱的公司，账上还躺着300多亿美元现金，为什么偏偏要在股价接近历史高位的时候一口气增发200亿美元？更反常识的是，明明在很多人眼里是实打实的利空，机构端的认购却超额了5倍。华尔街不仅没趁着消息出逃，反而在疯狂抢筹。一边是散户眼里的圈钱利空，一边是机构的哄抢式认购，两边完全相反的反应里，藏着绝大多数人都没看懂的资本逻辑。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急着给这件事儿贴利好或者利空的标签，而是一层层剥开表面的新闻，去看背后的真实算计。这次200亿的增发到底是补窟窿的无奈之举，还是管理层精心策划的一步棋？财报里100亿级的亏损数字，到底是主营业务真的暴雷，还是财务口径下的数字游戏？陈立武接掌英特尔之后，这盘想要对抗台积电的大棋，到底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你再看这一轮半导体产能周期的变局，就不会只被单日的涨跌牵着情绪走。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我先从最表层的增发事件说起，帮你先理清最基本的事实。这次英特尔的增发，最初市场预期是150亿美元，结果最终直接加码到了200亿。能从计划的150亿加到200亿，本身就说明机构的认购热情比预想的高得多。要是没人愿意买，管理层根本不敢临时扩大规模。我先提醒你注意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次增发的定价落在了每股95美元附近。这个位置是什么概念？是英特尔过去1年多以来的股价高位区间，距离历史高点也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张口就骂管理层稀释股东权益，可你反过来算一笔账，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一家公司真的穷途末路，急着要钱续命，它大概率会在股价20-30块的低位咬牙增发，到时候可能要稀释10几甚至20%的股权才能凑够200亿。而现在英特尔只用稀释不到4%的股份，就拿到了整整200亿美元的现金。这笔账到底是谁更划算？其实一眼就能算明白。你要是只盯着增发等于利空的刻板印象，很容易就错过了管理层真正的算计。对于处在扩张期的科技公司来说，融资从来不是丢人的事儿，关键是在什么价位融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在股价高位的时候，用最少的股权换最多的现金，这其实是 CFO 层面教科书级的操作。很多人会说，增发当天股价不是跌了4%吗？市场已经用脚投票了。可你仔细想，增发本身就会带来短期的抛压，而且定价本身就比市价略有折扣，跌4%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市场反应。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当天跌了多少，而是跌完之后有没有资金承接，机构是不是借着回调在拿货。我当时看到超购5倍这个数据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去算第二天股价能涨多少，而是意识到华尔街对英特尔的预期其实已经悄悄发生了转向。要是放在2年前，别说增发200亿，就算发50亿，市场可能都要用脚投票，觉得公司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圈钱。而现在机构愿意抢着认购，说明至少在大资金眼里，英特尔接下来的产业故事是能撑得住当前这个估值的，这才是比单日涨跌更重要的信号。讲到这里，就绕不开英特尔刚发布的这份最新财报。很多营销号拿 GP 口径亏损110亿做标题，说英特尔巨亏100亿，业绩彻底爆雷了。你要是只刷到这种标题，大概率会被吓得赶紧清仓离场，生怕晚一步就被套牢。可问题是，这笔110亿的亏损根本就不是主营业务亏的，甚至和公司的真实经营能力没多大关系。我来给你拆开这笔账。所谓的 GAAP 净利润亏损里面最大的一块是股权相关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简单来说，就是英特尔之前发行的一些可转换票据，还有和子公司股权相关的负债。因为这段时间英特尔股价上涨，
对应的负债端公允价值跟着上升，在 GAAP 会计准则里，这一部分会被记成当期损失。但这种损失纯粹是账面的数字游戏，既没有真金白银流出去，也不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现金流。你要是把这种财务口径带来的账面波动当成公司基本面暴雷，那基本上就等于被财报规则牵着鼻子走。我一直说，看处在转型期的科技公司财报，不能只盯着 GAAP 净利润一个数字，很多非经营性的损益会把真实的经营情况掩盖掉。那真实的经营情况到底怎么样？看非 GAAP 口径的盈利就清楚了。这一季英特尔的非 GAAP 每股盈利是分析师一致预期的2倍还多，整体营收保持增长，其中数据中心业务的收入同比暴涨了 59%。这背后其实是 AI 服务器需求的持续爆发，英特尔的新一代至强处理器在 AI 算力场景里的渗透率正在提升。虽然大家提起 AI 芯片第一反应都是英伟达的 GPU， 但实际上服务器里的 CPU 底座依然是英特尔和 AMD 的主战场。AI 算力越繁荣，服务器出货量越大， CPU 的需求量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这部分增长是实打实的产业需求带动，不是靠财务调节做出来的。你要注意这里的反差，市场上传播最广的是100亿亏损的惊悚标题，而真正支撑基本面的业绩增长却很少有人主动去讲。资本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把复杂的信息压缩成一句好传播的口号，可真正的钱从来都不是跟着口号流动的。你要是只会看标题做决策，很容易就会在这种信息差里踩坑。如果你习惯这种掰开揉碎看财报、拆透底层逻辑的方式，不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会持续跟踪全球半导体大厂的资本开支、产能爬坡和订单落地情况，不管是英特尔的先进制程进展，还是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或是英伟达背后的供应链变化，我都会尽量跳过市场情绪，只给你讲能被产业数据验证的真实线索。聊完了财报的障眼法，我们再往深一层看，英特尔这次融来的200亿到底打算花在什么地方？很多人以为是公司现金流扛不住了，拿来补日常运营的窟窿。可真正的大头其实是用来花142亿美元从阿波罗资产管理公司手里买回爱尔兰晶圆厂49%的股权。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更困惑，当初把爱尔兰厂的股权卖给阿波罗，不就是为了回笼现金吗？这才过去没多久，又花大价钱买回来，不是来回折腾吗？你换个时间节点和行业周期去想，就能看懂这笔账了。当初出售爱尔兰厂股权的时候，是英特尔现金流最紧张，行业处在周期底部的阶段。那时候把部分股权卖给财务投资者，相当于用未来的产能收益换当下的救命钱，先保证研发和扩产的资金链不断。而且当时的交易里，英特尔依然保留了工厂的运营控制权，只是出让了部分收益权。而现在行业周期回暖，公司股价上来了，融资成本变低了，再把股权买回来，相当于提前把未来最值钱的产能利润重新收回到自己手里。爱尔兰晶圆厂对于英特尔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工厂那么简单，它是英特尔推进先进制程的核心产能基地。接下来的14A 制程，很大一部分产能都会放在这里。拿回全部股权，就意味着这座工厂未来所有的产能收益都将完全属于英特尔的股东。这笔钱看起来是花出去了，其实是在锁定未来的利润底盘。这时候再回头看这次增发，你就不会觉得是公司缺钱了，它更像是一次精准的资本置换，用当前高位的少量的股权去换未来长期的完整的产能收益。对于要打长期战争的半导体公司来说，产能的控制权永远比短期的股权稀释更重要。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没问出口的问题，200亿美元不是小数目，英特尔为什么不选择发债借钱，偏偏要增发股票？毕竟在很多人眼里，发债至少不会稀释股权。答案其实和公司的信用评级紧紧绑在一起。英特尔现在正处在大规模扩产的关键期，建一座先进晶圆厂就要几百亿美元，后续还有持续的研发投入。如果这个时候再大规模举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会快速攀升，信用评级很可能会被评级机构下调。你别小看信用评级这东西，对于这种千亿级的科技公司来说，信用评级每降一级，后续所有发债的融资成本都会上升好几个基点。
未来几十年的持续融资里多花的利息可能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而现在用股权融资，虽然短期稀释了不到4%的股份，但保住了长期的信用评级和低成本融资能力。我自己的判断是选择增发而不是借债，恰恰说明管理层考虑的不是这1-2年的财报好看，而是未来5到10年的长期布局。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是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保住长期融资的底气，比纠结短期的股权稀释重要得多。聊完了资本层面的操作，我们再往最核心的地方看，英特尔花这么大代价融来的钱，最终压住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其实很明确，就是下一代的14A 先进制程，这也是陈立武上任之后整个英特尔转型的核心胜负手。我先给你补一点产业背景。现在全球先进制程代工市场基本是台积电一家独大，苹果、英伟达、AMD 这些顶级客户的先进芯片几乎都交给台积电生产。英特尔虽然自己也做芯片，但制程工艺落后于台积电，代工业务更是一直没做起来。而14A 制程就是英特尔想要抢回制程话语权的关键一步。很多人对制程节点的命名没概念，总觉得数字越小越先进。其实不同厂商的命名标准不一样。英特尔的14A 制程在晶体管密度和性能上瞄准的是台积电当前最先进的制程梯队。一旦量产顺利，就意味着英特尔终于能在最顶尖的工艺上和台积电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不是一直跟着后面追。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14A 制程的 PDK 0.9 工具包已经推出，相关的产线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整个产能落地的相关投入大概在250亿美元级别。一旦14A 制程的良率和性能达标，英特尔就有能力和台积电在先进代工领域正面竞争。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不少潜在客户的传闻，包括苹果、AMD、英伟达，甚至马斯克的 Terafab 项目都被传是英特尔代工业务的潜在合作方。当然，这些目前都还只是传闻，没有落地的长期合同。但你能从中看到市场的期待，所有人都在等一个能和台积电制衡的代工厂出现，而英特尔是目前最有可能的选手。我一直觉得英特尔这轮转型的核心从来不是和英伟达比谁的 AI 芯片设计得更好，而是要抢回先进制程的代工话语权。如果14A 制程能按期达标，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就不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产能分配权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愿意给这次增发买单，他们赌的不是英特尔这一季的财报好不好看，而是下一代制程里英特尔能不能真正翻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次增发之后，英特尔的几个核心老股东，包括美国政府相关的投资主体、软银，甚至英伟达本身，都没有传出大额减持的消息。尤其是英伟达本身是芯片设计公司，也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之一。如果英特尔的代工业务真的做起来，英伟达多一个代工厂选择，就多了一份议价权，也多了一份产能保障。从商业逻辑上讲，英伟达其实是有动力看到英特尔代工业务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会把英伟达持股英特尔解读成一种产业层面的默契。说白了，大家都在等14A 制程的落地结果。在真正的技术验证结果出来之前，没人愿意轻易下车。这其实也是一种市场共识。现在的英特尔还处在预期发酵的阶段，真正的大考还在后面。当然，说到这里，我必须把对应的风险也给你摆清楚。我从不觉得这是一件只有好处没有风险的事儿。相反，英特尔接下来要走的路不确定性其实非常高，只讲机会不讲风险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第一个风险是当前股价已经反映了不少乐观预期，华尔街分析师的目标价分歧很大，整体的上行空间并没有很多散户想象的那么大。现在市场已经把14A 制程大概率成功的预期打进去了一部分，一旦后面制程进度不及预期或者良率出问题，股价回调的幅度也不会小，而且制程研发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半导体行业里投入几百亿最后制程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英特尔之前的制程推进就多次出现过延期，14A 会不会重蹈覆辙，现在谁也不敢打包票。第二个风险是外部代工业务的占比现在还非常低，苹果、英伟达这些大客户的订单目前都还停留在传闻和意向阶段，没有真正落地的长期大额合同。
代工业务能不能做起来，现在还只是一个产业故事，没有实打实的收入和利润支撑。故事讲得再好听，最后落不了地，一切都是空的。第三个风险，也是最核心的基本面问题，英特尔的自由现金流现在还是负的。先进制程研发、晶圆厂建设都是持续烧钱的事儿，而且一烧就是好几年。这次200亿的融资能撑一段时间，但如果后续营收和利润跟不上扩张的速度，未来大概率还会有再融资的需求。烧钱换未来的逻辑成立的前提是未来真的能赚到对应的钱。第四个风险是绕不开的地缘政治变量。半导体行业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商业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波动、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化、地区局势的紧张，都可能直接影响工厂建设进度、设备交付和客户订单。这一点是所有全球化的半导体公司都绕不开的外部不确定性。回到大家最关心的交易层面，我不会给你说什么位置可以闭眼买，也不会让你立刻清仓离场。投资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我自己的观察框架是，这次增发整体是偏正面的信号，因为它说明管理层有能力在估值相对高位的位置拿到低成本的扩张资金，而且资金用途非常明确，就是压住核心产能和先进制程。但短期股价已经积累了不小的涨幅，市场的乐观预期也打得比较满，这个时候直接追高，性价比其实并不高。如果后面市场情绪出现回调到90美元、85美元这些关键位置，再去回头观察基本面有没有发生变化，会比情绪高涨的时候追高稳妥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对期权工具熟悉的投资者也可以用跨式期权策略去博弈制成进展带来的股价波动，但这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普通投资者不要轻易尝试。说到底，半导体行业的投资本质上是对技术周期和产能周期的下注。你要是看不懂制程，看不懂产能，只看新闻标题追涨杀跌，大概率是赚不到钱的。如果你认可这种不跟风、不喊单，只从产业和财报出发拆解底层逻辑的思路，欢迎订阅逻辑冷静。我会一直站在产业链的视角，陪你跟踪美股科技和半导体行业的真实变化，跳过市场噪音，抓住真正的长期线索。最后也想问问你，你觉得3年之后，英特尔的14A 制程真的能和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形成正面抗衡吗？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聊。最后还是要多说一句，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察和行业知识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